接触的第一部塞尔达系列是从哪一部作品开始的呢？最初这台游戏机刚发售的时候，都说这个机子是买《塞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送的。第一次玩塞尔达，我就被这个游戏给震撼了，简简单单的探索，简简单单的战斗，简简单单的演出。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好玩啊？所以后来呢，听说塞尔达系列出了织梦岛，闭眼买完的我，其实并没有玩完。一查才发现，织梦岛复刻的已经是20年前的游戏了，有的设计真的很复古啊！不看攻略被谜题卡着的时候，那是真着急。但看了攻略吧，这游戏没了解谜，又真没什么意思。所以我对2D 其实有一点点被劝退的。直到今天玩到了这一部智慧的再现，我的评价是，现如今2D 塞尔达也依然是一个没有替代品的游戏。塞尔达的第一部作品是1986年发售于 FC 上面的《塞尔达传说》，在系列又推出了几部作品之后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，收获了大量的粉丝。后来的《时之笛》更是给全世界的3D 游戏立下了标杆，从此塞尔达开启了3D 时代。再后来呢，《旷野之息》《王国之泪》彻底火出圈，也让更多的玩家了解了这个系列。但2D 塞尔达依然是塞尔达系列最具灵魂的存在。这一代智慧的再现可以说是用老人最新的技术，再加上一些现代的游戏制作理念，给我们做出了一款与众不同的2D 游戏。后面还有新机器的开箱哦。这次智慧的在线开头，咱们的绿帽子勇者又一次打败了魔王，正准备救出塞尔达公主呢。但没想到，魔王掉落的武器给这个世界砸了一个大口子。掉进去裂缝里的林克在最后一刻救出了公主，但好巧不巧，裂缝扩大进了海拉鲁王宫，把国王和大臣都给吞了，还造了一批复制品，把公主抓进了大牢。在一只名叫托利的小精灵帮助下，我们直接越狱，顶着海拉鲁警局的5星通缉，发誓要救出所有的人，找到真凶，拯救世界。要是林克玩到这儿，就该手持剑盾大杀四方了。但咱们贵为公主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舞枪弄剑不太符合公主的身份。在智慧的在线里，公主只会转圈圈啊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造成物理伤害。所以小精灵托利给了咱们这个托利之杖。你在游戏里面遇到的各种物品啊、怪物啊，都可以用这根法杖记住它们的回声，然后随时召唤出一个一模一样的。比如新手教程关里面，塞尔达公主越狱的时候要躲开卫兵的视线，咱们就可以叠高高，从背后的高处绕过去。被发现了呢，就可以变出一个箱子，把自己给堵起来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也可以变出罐子，打碎之后用噪音来一个声东击西。哎，我还可以钻进罐子里面，偷偷蹦跶着溜走。甚至这卫兵不是喜欢走来走去吗？我直接把你们的路给堵上。What the dog do? Okay, easy. 新手教程关里面，咱们只解锁了2-3个物品，就有了这么多的玩法。一路上公主见过的物品、打过的怪物越多，可以变的东西也就越丰富。床、吹风机、飞毯、史莱姆、乌鸦哥，还有铠甲勇士。这边这种体型的大 boss 都能召唤，随便玩5分钟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用途的物品。你看我的包里面，刚玩1天就有几十种道具可以用了，不过数量还是有限制的哈。你看咱们身后的这个托利，它的头上有几个小揪揪，这个就是召唤物品的能量，用光的时候召唤出来的东西就会把前面的给顶掉。除了召唤，托利法杖还有个更神奇的功能——臀部。这个功能就有点像是旷野之息里面的磁铁，可以抓住物体和敌人，让他们同步你的动作。但更神奇的是啊，你也可以按住按键同步他们的动作，可以跟着蜘蛛一块爬墙，跟着鱼一块滑沙，还可以抓住大石头给它搬开，还能抓住敌人，把它送到你家怪物的身边，乖乖挨打。这2个系统一结合，实际玩起来每个人的画风都不一样。就比如说这里有一圈旁边喷着火的传送带，那怎么通过这里拿到这个宝箱呢？哎，先说最简单的，我可以变出一块石头，让这个石头和我同步挡住火焰，很合理对吧？但还有更合理的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吹风机，用风吹灭火焰，更合理了。不过啊，为什么只能和自己的道具同步呢？我直接和打火机同步，把它扭一个方向，这样它不就烧不到我了？如果说这也是官方解法的话，那这几个我觉得就有点邪道了。走什么传送带啊，召唤飞行地板，直接从它的旁边飞过去。那最离谱的是这个，我的背包里面甚至还有电梯，直接从这一条看起来不可能的路上去，绕过所有的机关，拜拜了您嘞！在游戏的初期还会解锁变身林克的功能，看吧，你这小公主果然有几分她的影子。
变身后一定的时间内，公主也可以用上剑盾，直接输出了。不过林克上身的代价就是，怎么剧情里面我的公主也变成哑巴了？这些能力一起组成了这部游戏最好玩的部分。比起旷野之息还有王国之泪，这游戏没有帅气的弹弹闪避，但就像它的名字智慧的回声一样，如何运用好这些物品的回声，需要的不仅仅是塞尔达公主的智慧，更是玩家们自己的智力。甚至就连这个小精灵托利，它的英文都叫做 try， 它其实是个谐音梗，就是 try 尝试。所以每次用各种回声尝试搭配组合，解开一个谜题，打开一个宝箱，我都会觉得哇，我可真聪明吧！智慧的再现，你看我全程智慧都在线了。这次的塞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，有可能是整个塞尔达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步了。因为你看哈，塞尔达传说，好多人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，哦，这个绿帽子一定就是塞尔达了吧？还真不是。每一代的塞尔达传说讲的都是勇者林克英雄救美，从魔王手中救出公主，拯救世界的王道故事。但每一代的塞尔达那都是开放世界啊，自由度特别的高。拿旷野之息来说，林克在海拉鲁骑马、做饭、爬树、逛街，几十个小时过去了，公主是谁早就忘了。你说的公主是她吗？またここへ遊びに来てくれる？可能是烦了这个海拉鲁老流氓不务正业，所以这一次倒是让老娘来看看救个人得多长时间哦。海拉鲁确实很好玩。林克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这次智慧的在线发售，任天堂一起发售了一台限定版的 Switch Lite。当当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 Switch 最后一款限定机器了。它这个限定机呢，还送了一个这个限定的挂件，这很可爱。它居然是一个擦屏幕的，哇塞，这不就是一块布吗？其实吧，它这台机器不叫智慧在线的限定版，而是海拉鲁限定版。你看这里这个。再看它后面这个标志，这不就是海拉鲁的国徽吗？首先这个金色，有点意思。这金色比想象中的要好看一点哦。我发现这种金属色都会比这个渲染图要好看一些。然后它的正面真的好素啊，就是只有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。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呀？哦。它是一个任天堂 Online 的那个，但这是个人的，不是那种家庭，也给了你12个月，也就1年的使用期限。而且这个图案应该算是塞尔达限定机的常客了吧？那个王类的限定机上面也有一个，甚至还要再早一点。3DSL 好像也推出过一个配色图案几乎一模一样的海拉鲁限定版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海利亚盾上面也有这个图案？OK， 那么箱就已经开完了。还记得 Switch 刚发售的时候，首发大作就是《塞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。这游戏在当时算是狠狠地展现了一下任天堂的软硬件实力啊。现在7年时间过去了 ，Switch 2发布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在关注这台机器性能能有多好，画面会怎么升级。但你看，当我玩到这一部智慧的在线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从马里奥到动森，再到这一部智慧的在线，我很难想象，到2024年了，在这样一部小小的 Switch Lite 上面还能够玩到让我这么快乐的游戏。老任用一部返璞归真的2D 塞尔达和一台跟不上时代的小掌机，从软件到硬件全方位的告诉了玩家一个道理：你看，好玩的游戏放在什么平台上面都不会过时啊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